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来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思敏好，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简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政忠老师。思敏，各位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赶快来关心的是川普的关税哦，是不是要大崩盘了？现在最紧张的事情就是紧接着的感恩节、圣诞节要到了，但是却面临高通膨的悲歌。尤其现在川普针对关税要寄出一些的豁免哦，甚至要让这些在美国国内的商品价格降下来，于是呢，他就针对南美洲的牛肉大开放。这一开放啊，是让美国的农民非常的愤怒哦。另外一方面，川普针对大陆的各种措施，恐怕导致自己如果要生产圣诞树，价格可能会逼到换算新台币9万元。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的通膨炸裂，川普现在要扩大关税的豁免来压住现在一直不断攀升的物价，于是呢，这个南美的牛肉大开放，但是美国农民怎么办呢？关税到底是不是被他亲手掏空了？第二件事情，圣诞节现在变成一个经济灾难哦。美国人最新民调有一个信心比哦，说这个比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还要更忧心了，尤其是圣诞树价格现在可能哦，根据这位 CEO 的说法，飙到3000美元，他都不惊讶。这换算新台币已经超过9万元了。川普的贸易强硬路线是否毁掉美国人的圣诞节？最后是来关心的是高等法院要针对川普的这个关税对等关税来做这个是否有违法的现象？那川普会不会之后就算违法，他也强硬可以靠他的30112条款来硬撑下去呢？美国的关税战还要继续下去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的是紧接着没有过几周的感恩圣诞节，大家会观察说，这个消费信心跟消费力道到底如何，才能看出现在美国的整体的民生的经济状况。但是现在恐怕陷入到一个叫做血拼寒冬啊！川普的关税战现在说可能玩不下去了。为什么这么说？《纽约时报》来自于他的爆料说，川普正在准备，竟然他要大幅的扩大对等关税的豁免范围，来压低食品的价格。他不是一直说没有通膨问题吗？怎么好像要偷偷的来做这件事情了呢？来看到商务部长卢特尔尼克也有提出比较具体的一些办法。他说，现在确实民怨的来源就是来自于食品价格啊，应该将许多的食物纳入在豁免名单当中。哪些食物可以豁免呢？这边根据了解，他说了预计会调整，还没有跟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就可以达到豁免。那品项可能包含了美国的牛肉，今年不是暴涨幅度超过13%吗？还有柑橘等等。白宫另外针对南美洲国家也有更多的让步，包括白宫11月13号宣布的阿根廷、瓜地马拉、厄瓜多以及萨尔多瓦达成协议，对于香蕉、咖啡、牛肉会进行关税上面的减免，这些都是美国人比较常吃的一些东西哦。而且川普现在是要救民调吗？因为有60%的民众对他不满，所以最新我们看到他12号召集了10多位来自于华尔街的大咖，大家聚集在白宫一起吃饭。那根据了解呢，这个到场的人哦，真的非常的大咖，都是比如说摩根大通的执行长啊，避险基金的大亨啊，或者是贝莱德执行长、摩根士丹利执行长等等，是不是都在讨论美国的经济接下来怎么办呢？好，这个通膨导致的民怨哦，川普如果真的把没有签协议的国家全面豁免，那是不是把那些原本早就谈好的国家等于当作盘子了呢？川普进口南美的牛肉会不会背弃美国农民？老师怎么看？OK， 第一个我想讲哈，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话哈，在没有多久的过去1个月、2个月之前，那么希望这个 Fed 能够降息的声音在反销层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说，通膨没有发生啊，关税也打，3、4个月、4、5个月以后没有发生啊，那是为什么？各位，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语叫做 “free in the shower”。请问一下，你洗过澡吧？你洗澡的时候，冬天是不是要用热水？打开热水的时候还是很冷，你一定弄很久才进去。进去之后太烫了，你又去关，那个水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在这个经济学名叫 lag， 叫这个停滞或者滞泄，这有一段时间的落接期。也就是关税一定会打出了所谓的通膨。
所以说通膨将来就会是美国经济很重要的一个重伤的一环，也就是大家可以在期待的 Fed 可能还会再怎么样降息，因为它很有可能因为通膨要升息，那经济又不好又降息，就再升不能降，那将来又为了救经济又要降息。好，那我们今天不谈这个，我们只谈川普是什么人？他不是经济学家，所以他搞不清状况。他打关税，他想得太天真了。他这一重拳一直打别人，但是你知道他自己手也受伤，他现在受伤的还蛮重的，所以他产生的内忧外患哈。我先讲一下哈，很多的商品不是你说啊东西贵了我可以不要买。我们在经济学有一个东西叫做弹性，叫做我们讲需求的价格弹性。我们对某种物品，如果价格涨了，我们还是需求的话，像每天一定要喝牛奶要怎么样的话，这个东西我讲不可避免的必需品，价格弹性较低的，你必须接受，你价格就会涨。现在他们会慢慢发生这个问题哈，所以呢，我必须讲说，他就必须对部分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关税加征的这些国家，还没签协议的这些国家就开始豁免，不是啦。其实我跟各位报告，这些国家他早就盘算过，这些国家都属于比较类似基础的天然资源的国家，也不是什么生产大国啦。它就一些生产直接香蕉、咖啡从树上拔下来，从这个这样养出来的东西，叫做第一产业的，你知道，农林渔牧第一产业的这些国家，它不叫科，为什么？这种国家跟他来讲是贸易没有所谓赤字，是他对别人赤字，他是盈余。所以它没有先科，它一定是科像日本啊、这个欧盟啊、韩国啊，最后台湾、东南亚这个国，因为你们在赚他的钱，这些国家是他等待最后，我们民生需要的东西，你慢慢养我的，所以我们不要去管这个签不签协议，或者说有没有好像对别的科的不公平，但重点非常清楚了，这个对美国的农民是非常大的伤害。对，比如他这个牛肉，讲完这个怎么办呢？你说从阿根廷进，但你伤到他本土的这个农民啊，对不对？甚至他在关税也当然打的时候也。另外一集是，当人家不给你的不买你东西，这个大豆农民也很惨。我要讲他不管进和出都出现了问题，这就是我要讲他的内忧外患。第一个他的内忧呢，就是我们讲的通膨会慢慢产生，这个人民会慢慢的这个信心也会减弱，就像刚刚讲的，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哈，当你不花钱的时候，那可能国家经济就会荡下来。还有一个内忧外患，就是他现在对打关税还碰到了高等法院这样的压制，其实他心里也会忐忑不安，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手。再就我讲对外来讲，国际间它有内忧外患，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消费者信心的降低或等等通膨的因素，会造成它的经济将来在不久将来也会这个 decrease 会下滑。这一下滑是对国际间的忧，因为它现在讲不好听，你看。中国，我讲一个最近最有趣的东西，就是中国发行的用美元的主权债券，却能够有这个30倍是美国的10倍的认购率，是这叫做超强信心。所以当你经济再下去的时候，我跟你讲，大家对你已经没信，你自己发自己的钱，人家对你认购率只有3倍，人家都30倍了。你要知道，随便一个国家底气比你强到这样，请问你还敢把你经济弄得更惨？这是外忧。还有一个更重要是，你打关税打到很多自己的同盟的国家，这些国家心里都不会很舒服，慢慢的都可能会心里背移。那表面只是因为你好像还是一副霸主之姿态，他会担心。但我觉得不久将来连盟友都会减少，这就是他所谓的内忧外患。确实哦，现在看起来这个高通膨只会越来越严重，非常直接的影响就是接下来直接要到来的感恩节跟圣诞节。现在做最新民调，美国民众经济悲观度比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还要糟哦。那这个是美国最大的节庆装饰公司的执行长他自己出来亲自警告的。他认为说，虽然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已经降低了，但是确实还是很高度的存在的，所以美国恐怕出现这个叫圣诞树荒。美国如果自己生产一棵人造圣诞树，价格可能是换算台币9.2万元的天价。而且呢，这边有另外一个单位做了一个调查，美国消费者今年的消费大约是1595美元，换算新台币近5万元，但是这个幅度已经较去年大减了至少1成，尤其可以看到 Z 世代正在收手。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现在就是说，美国出了一些问题，我认为是要从4方面来看。第一个，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美国实际上，我们讲消费率好了，我们不要讲所得，消费率是怎么样？10%的消费率占美国的消费率占50%，一半。我虽然就你把它分成这个100%，你前面的这1/10占整个消费市场一半了。那其他90%，那你也只消费一半。你看差距大不大？大。那我们喜欢拿20/80，好，那我们拿20%来看，前面最富有的20%，它消费全美国的67%。你说大不大？那剩下的80%，那你只有1/3。对，你看看，这就是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大的话，你会造成这个现象会造成整个信心指数
那个受影响。所以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它的1595美元，那去年的时候消费是1778块美金呢。那你一换算一减少，这183块美金就是新台币5000块。你看看，你今年的消费要比去年要少少5000，为什么？我变薄啦，是不是变薄？那我们来看储蓄率。储蓄率，我有钱，我现在虽然收入少，但是我有存钱啊。我现在把钱拿出来花，美国储蓄率很差，美国储蓄率只有4.4%。中国大陆多少？中国大陆储蓄50%，赚100块我花50，存50就对了。台湾的储蓄多少？台湾储蓄其实还好，赚100块花75，台湾是存25块，美国就4.5，4块半，那其他都花光了。所以换句话说，美国是月光族。你现在月光族，你没有存钱，你现在只要经济上稍微一有动荡，你没办法消费。所以这个问题出来了。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第三个是通膨。美国去年通膨是2.9%，今年通膨上涨现在已经到了3.1%，就通货膨胀。我们知道通货膨胀那个价格上来之后都不会回去的。你去外面的时候，面涨价了，等到什么猪肉什么店价都回稳的时候，它价格不会向下调，不会回来。那你现在通膨增加了，那我以前10块钱可以买3样东西，我现在10块只能买2样东西了。因为什么？因为贵了嘛，通货膨胀了嘛。你现在以前买3样，你现在只能买2样啊，是不是？所以通货膨胀率也受到这个影响高。为什么高？因为你对等关税啊，对等关税，你对等关税加我把这个东西我要赚钱啊，我把这个加到货品上面，所以你就感觉到大家消费者都贵了吧？买东西都贵了，对，这个就是对等关税。你打关税战，物价一定会上涨，不可能低的嘛，因为它会加到物价上面嘛。那第四个，我们讲了美国国债。美国国债在上个月，在10月的时候已经突破38兆，38兆美元就是38万个亿美元。你看，你国债一高之后你可以容许的这种调拨的能力就差了。我以前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国债，我可以大量补助大家。现在我已经国债太重，我怎么补助大家啊？没有办法补助了，没有这个补助的空间了。所以我认为这4个因素会已经造成美国在圣诞节比较难过了。好，今年圣诞节、感恩节恐怕都不好过了，这一切都是从这个关税战引发的。所以最高法院现在做了调查，如果说川普的关税这个对等关税确定违宪的话，接下来川普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呢？答案是有的。白宫就说没关系，就算违宪，我们有2个办法，我们可以祭出第一个叫122条款。总统可以立刻再加征15%关税，而且能撑150天。第二个叫301条款，需要经过美国的贸易代表署调查，但是关税没上限的，我想延期就延期。接下来这个关税会持续永远停不下来，继续玩下去吗？对于美国的冲击，厉将军。我觉得如果说这次关税的话，对美国如果没有造成很严重的伤害来讲的话，以川普的个性，他会奋斗到底哈。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2个后续来讲，他可以引用的这2个法条，一个是122条款，一个是301条款。那如果说按照122条款来讲的话，因为它这个税率只能到15%嘛，而且时间来讲只有150天。但是301条款的话，它刚好就相反，它第一个来讲的话，它没有税率上限，也没有时间限制，但是它必须要经过贸易代表署的这个调查，还有征询所有企业界的同意以后才可以实施。所以我认为川普他应该是会引用122条款，然后再用301条款。当然这个状况是在美国最高法院如果裁定说是他这个对等关税是违法之后，他才会实施的。可是我们也看出来，光不要说引用这2个条款，在目前来讲，我们就看到美国因为通膨造成老百姓已经感受到自己身上。那因为10月份由于是美国自己的这种关门，所以很多的数据没办法调查出来。但是老百姓能够感到身上的痛，第一个就是食物嘛，食物他们感觉到食物涨价变贵了。那食物涨价变贵，不就是因为川普的对等关税嘛？我们看到他对巴西这个牛肉或者是咖啡征到50%的关税，然后跟阿根廷这些国家，那时候美国饮食习惯我们都知道，美国人喜欢吃汉堡嘛。那个汉堡如果说牛肉来讲的话，涨价这个关税征到这么多，最后这个业者一定将它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所以这个民众来讲，第一个感受到食品，因为食品是每天3餐都要吃的，立刻可以感受到哈。但是所以说圣诞节来讲的话，我相信大家消费一定会缩水。就是我以前来讲，我可以买很多这个给小朋友或给朋友的礼物。那今年来讲的话，我的预算可能会缩水。另外来讲，包括圣诞树这些布置可能都会这个尽量降低预算。
所以我觉得美国哈，如果川普来讲的话，他一直不肯承认这个关税造成美国这个一般平民很大的这种生活上的伤害，造成通膨影响的话，其实他现在已经嘴巴已经在改口了哈，他现在已经有说，关税是有一些加在民众身上，但是我觉得以他的个性来讲，不会轻易的服输。但是我们后续可以继续再观察了。我觉得老百姓如果说没有给他压力来讲的话，那可能川普不见得会认输。可是现在从美国哈这个4个州的选举，4个民主这个4个州的选举已经落败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很明显，这个川普应该感受到民意的压力在这个地方。好，谢谢李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观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这一场安氏之乱。没有想到，现在争议持续的延烧当中，现在因为欧洲车厂很快他们就会被迫断晶片了，所以他们想到的方法就是直接绕过荷兰去跟德国车厂来要这些制造好的晶片，去大陆来做封装。那么另外一头呢，中国则是反手自建晶圆厂，要超车在欧洲的产能。另外一方面，今天我们会来特别关心到的是，欧盟也要拆光，以国安理由拆光华为。德国甚至狠砸了700亿换算新台币要拆除华为，是说要制裁中国吗？还是欧洲自己再毁了自己的晶片，再加上5G 的命脉呢？今天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今天开场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读。第一个，安氏断供，确实现在欧洲车厂都快要撑不住了，因为荷兰至今仍然不愿意提供任何的晶片。那么库存呢？根据了解，现在欧洲的方面只能再撑几周这是来自于车厂的说法。所以这些车厂现在绕道去买德国晶片，到大陆的东莞去做封装。荷兰的这一招砍的是中国还是自己欧洲的晶片命脉呢？第二件事情，我们持续关注欧洲现在卡住安氏的出口，反逼呢中国现在早就已经出招了。他们呢安氏厂把200名中国的工程师紧急的调回去中国之外，还在上海跟无锡的新厂直接再把产能全面提升到每月5万片。如果安氏未来研发跟制造全部都东移的话，中国是否将完全不再需要欧洲来做制造了呢？这是第二个话题。最后我们也会来做关心的是，欧盟现在决定跟着美国走，持续利用国安的理由，要求各国呢拆光华为的设备。德国更是狠砸了非常多的钱补贴电信商要拆华为的设备。但是要知道，这个欧洲对华为设备的依赖度最少也有40%起跳而且呢成本还非常的贵，欧洲真的拆得起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赶快来关心荷兰政府到现在仍然是持续冻结出口晶片到大陆，这是让欧洲汽车厂商现在陷入了晶片荒的焦虑当中。库存根据了解只剩下几周的时间而已了。就在此刻，路透社报道这个是最新的惊人内幕，他说现在欧洲多家车厂他们秘密的做协商，干脆我们一起把荷兰给跳过吧，直接向安氏德国汉堡厂买晶圆，再到大陆的东莞这边来封装吧。据传呢，包括了安氏的这些客户都有考量这样的方法。哪些车厂呢？现在根据媒体的报道，福斯或者是 Bosch、本田等等的重量级车厂都在考虑这样子的一个方案。而且我们要来看到这场安氏之乱导致了不管是荷兰方，也就是荷兰安氏，或者是在中国大陆的安氏，他们觉得说，要么就去中化，要么就是完全去欧洲的产线。我们看到，在欧洲的部门这边，现在正在考虑扩大马来西亚跟菲律宾的封装产能，有意要去中国化。中国的安氏也同样的悄悄的启动去荷兰化。刚刚提到的，除了200名的安氏荷兰工程师被接回中国大陆之外，中国上海无锡的产能也全面提升那么可以超过欧洲本部。重点是了，大陆制造的成本又比较低，甚至可以降低18%，一年甚至可以省下10亿人民币这么高的金额。荷兰这一场卡中国的豪赌，会不会逼得欧洲车厂集体的绕道之外，还逼中国打造属于自己的晶圆厂？到底是制裁谁呢？未来有没有可能就是包括这个安氏的设计跟制造全面东移？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安氏晶片它有一个外号叫做鸡饲料晶片。
为什么叫基饲料晶片呢？因为它这个晶片很便宜哈，这个一片晶片才25美分而已哈。当然最近当然是涨价了，涨到一片大概到1块钱美金哈。就算涨到1块钱美金，讲起来也不贵。但是一般来讲，现在所有车子，不管是燃油车或电动车，都需要用到这种晶片哈。就像是鸡饲料一样，鸡就一定要吃饲料嘛。但是虽然很便宜，量很多，可是它就是要吃饲料哈。所以一片通常燃油车来讲，它要到600片的晶片，那电动车可能到这个1-2千片，它用在车子的不管是安全气囊啊，或者是说方向盘这个电灯系统，都要用到这种相关的安氏晶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晶片来讲，并不是这个制造来讲，并不是技术特别高深。那安氏半导体，它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为了配合美国的说法哈，说这个晶片来讲的话，它将这个CEO 和中国的 CEO 张学正将这个技术流到中国去。那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借口跟理由了哈。这个我想说，中国大概也不需要到这个很便宜的低技术端的一个晶片制造技术。但这片晶片由于是在荷兰这边制造以后，是到中国东莞去封装。所以公司是荷兰的安氏公司，他那个时候就要撤换 CEO， 剥夺等于抢夺中国的经营权。那中国当然这对于国家来讲，当然要保护自己的企业。那后来来讲的话，虽然说中国来讲有管制晶片的出口但是后来中国基于说是这个贸易负责任的大国的角色，他后来将这些晶片来讲，有些国家如果说你这个有提出申请审核通过的话，那中国就给这些国家豁免。换言之，他就让这些国家可以继续获得这种封装完的晶片。但现在关键这个晶片来讲，如果说荷兰不提供给他晶片，然后中国就算封装完了以后，这个库存的晶片数量大概预估可能在12月初的话就用完了。就算是我愿意豁免，我愿意卖给这些车厂，因为你不要影响到这些大企业，不管是宝马啦，或者是奔腾啦，这些车子来讲的话，它如果没有晶片，就没办法组装车子。所以我觉得中国就基于这个负责任一个大国的立场，愿意将这晶片给这些国家，给这些车去豁免。但是很遗憾荷兰到现在还嘴巴在硬还是不愿意恢复张文正的这种 CEO 的这种经营权。所以中国已经答应荷兰说，下个礼拜刚刚最新的讯息是，下个礼拜让荷兰的财政相关的单位到中国来做这件事情做协商。当然我们希望说是在下礼拜这个可以得到双方可以得到很顺利一个协商的一个结果，让事情回到原点。也就是说，张文正他继续回去当他的安氏 CEO， 本来就是他的公司嘛。那中国来讲，这个晶片也继续可以这个封装完以后供给其他公司，其实车企公司来使用。但是我想，如果说这个荷兰政府还继续在嘴硬，还继续僵持到底，我想中国也有反制之道了第一个就像是我们刚刚讲的，中国可以自己，这不是很难的晶片，中国不管中芯国际啦或上海啦他们都可以自己制造这个晶片，然后再给东莞来封装，然后供给各企业来使用。这样如果说是这种发展下去的话，其实对荷兰来讲是最不利的，因为你整个这个安氏半导体，我当然就不需要靠你的安氏了，其他车企来讲，我就直接跟中国买就好了，对不对？这个我觉得这个荷兰如果说自己不赶快找个台阶赶快下，还继续僵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对荷兰来讲将会是很大一个打击。好，如将军刚刚帮我们特别看到这个，其实荷兰安氏对于中国的不可取代性是完全低于中国大陆它的安氏它是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来做生产。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就是包括这个晶片的设计到制造端全部由中国自己包办，也不再需要荷兰厂了？老师又怎么看？OK， 我有一个学生在矽谷，他本身有个厂，他是去年毕业的博士，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件事，因为他们有个公司在上海，他也常跑深圳他常跟我说他说奇怪，这个我们到对岸去的时候，发现即便是大陆的毕业生，你只要给他一些 incentive， 跟他说我要做什么，没有多久他一个团队就做出来了。这次我们从我们知道我们的对岸在2013年红色供应链以后，他们所做的东西，尤其在隔年之后，他们强调一个叫做 China Creation 的一个可怕的地方，也就是他们从无到有。而且所有的东西急速升级到你有时候想象不到的快速，当然不是说光高铁盖这个什么做这个港珠澳大桥等等，
在这个所谓的科技的这个领域也是一样，所以常常让你会意想不到的突然的出现。好，那待会我们讲安适这个问题啊，就讲，因为我们讲对岸他们已经真的是用心在这一块，就是高科技上面扎根啊。从2014年跟这个中德签了工业4.0之后，然后他们在另一年丢了大经济一期计划，在1000多亿，2019年2期计划。2023、24，因为面临到所谓的中美贸易战的越来越这个紧箍咒越来越严之后，丢了3期计划，这是在扎重金，还有在教育的改革。因为我刚从南京回来，他们现在叫跨领域结合，包括我们的财经系都已经落到后面的排名，而是所有东西必须加 AI 元素，它叫跨领域结合。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所有的东西你不可能只有一样就生存，包括安适半导体也是一样。9月30号在河南呢做了一个大的这个我们也是一个杀手锏啊。他就把这个整个安适半导体就把它拿下来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从当时我们的对岸中国在那边去设厂，把它这个成立起来。这是一个我们把它号称叫做全球最大的基础型的晶片的制造商。它里面包括它的二极体啊、电晶体啊、电源供应器这些东西都在那边做这个制造生产。实际上它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你忽略掉一个东西，就是说它在制造一样东西的时候，一定有上中游甚至下游啊，不管下游还有下游端到最后的客户端。这里呢，如果你今天不能掌控整条线，你只拿到中间的部分，其实啊，你有可能就会被人家断层。所以呢，当时我记得在10月初的时候啊，我们的对岸就给他做了一个断层的做法，就把上中的很多的供应商就不过去了。当然这时候又发现啊，他们这样又生存不下去，但是他们一样可以从，因为欧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欧盟现在28个国家，从这个英国脱欧变27个嘛。这些在不管深耕这里面的国家呢，他们也互相各有资源，所以即便是厂商需求这样的半导体，即便是供应商不见，他们也可能透过别的国家，再到甚至你要组装，透过别的国家洗白了这个所谓的荷兰和中国的对抗，比如透过德国啊或所有的地方到了深圳或东莞去再设计包装。但你知道，这个我想任何人也是一样，国家也是一样，一个高层他不可能是傻子的，这个是没有智慧的。他们因为智慧决策，当你要锁我们的东西，我们一定就会反其手。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这种高科技的东西，我觉得有3样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叫技术，你没有好的技术不可能。好，那当然技术可以慢慢 create， 就是每个国家在比照，比如先进制程，我们的晶片，台积电这么强，我们的对岸真的还拿不到，所以美国才用那样来锁喉中国。当然，还有第二个就是人才。我跟你讲，技术的核心就是人才，没有人你怎么做呢？没有人，你 AI 这个我们生成 AI 也做不出来，人还是最重要的。那什么叫人才？他一定从小这个训练，他不管这个是优秀或怎么样，在学经历面到了一定，这种人才是很难1天2天就成的，因此太重要。因此这个中国反其手，而且当然还要民族性哈，他们的民族意识要到的一定，他们的人愿意回去。所以我们的对岸从当时啊这个学校里面去拉所谓的海归派之外的很多人才慢慢回去啊，你看到在我们的对很多的高科技都是包括徐光宪啊，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人，当有一定年纪的这些人慢慢回去，现在很多年轻的高科技人也回去，他就是只要把这200人拉回去，说实在的，当他缺人才的时候就很惨。是，当然第3个我要讲就是人才、技术人才，还有一个就是基础设施啦。基础设施各国都有不同的布局。当你是一个自由贸易的时代，全球的时候供应链互相协调协同合作嘛，叫 co-integration。这样是对全球都有利的。那塑料现在变成一个 anti-globalization， 叫逆全球化的一个新国际的新治理。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必须明哲保身。从美国他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开始，全球都在这样。所以荷兰做这样的动作，当然我们的对岸中国也会做这样的动作。所以这时候他为了明哲保身，只要你对我怎么样，他一定会做反其道的手，然后就把他人才拉回去。当然，最后一个重点就是我讲的刚开始讲的一句话，就我们对岸真的是从某些地方蛮可怕，就是我们美国也曾经吓得说，他怎么又突然多了一个船坞，怎么又突然多了一艘舰艇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它好像还没有东西，它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也就是你讲的，有可能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因为它量体也大，人口也多，人才也多，就会不需要，大部分就不需要欧洲的供应了，而欧洲以前是像老虎一样的，全部就会被打趴，变成欧洲猫了。好，一方面是中国大陆它已经找到不管是技术人才跟基建上面的提升哦，所以未来可能不再需要欧洲。但另外一方面，欧洲会不会还是持续的需要大陆呢？尤其这个是针对华为，现在进入了5G 时代，欧洲持续的跟进美国。今天我们要另外来关心到的是再次的以国安为理由要来完全的禁华为。大家记得吗？先前的英国跟瑞典封杀了华为多年之后，现在欧盟也要强化它的所有成员
员国，包括德国跟芬兰要来拆光华为的设备。德国更是狠砸700亿来补贴自己的电信商，要彻底把华为给移除。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从5G 到这个地铁，甚至到关键的电力，都有可能受到大陆的干预，甚至被瘫痪。这是来自于欧洲官方的说法哦。那大陆当然很生气了，除了大陆外交部站出来严正的怒批说这个是违反市场原则之外，华为干脆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欧洲，同样是以国安为理由来进行3个月以上的这个国安审查，针对于欧洲的 Nokia 跟它的爱立信等等的厂商。但是现在的关键又是说，欧洲真的拆得起华为吗？因为他们其实已经使用非常久的时间了。5G 时代，这个华为的手上的关键有5.6万项，掌握了很关键的技术。另外，欧洲国家包括挪威啊，这个华为市占已经达到70%，德国60%，英国也有40%，真的有办法拆得起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是品牌战，实际上是科技战，那我们来看这个大家这些消费者来看呢，他都会有一个消费惯性。有时候有人讲说啊，这是品牌忠诚度，他毕竟用习惯了。结果你用了某一个车厂的车系，或者是你用某一个牌的手机，你会惯性的用它的，为什么？你的习惯性是这样。那现在既然要把这个华为给拆掉，我认为这个代价会得不偿失，代价还蛮高的，而且不是只是现在所看到的账面，甚至说什么到达1000亿美元，你往后呢？你往后也要这方面的代偿要来负担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它违反了经济学的原理，因为原理就是比较利益法则。不要把谁方便，谁的功能多，谁的价廉，我就占有这个市场，大家方便，你赢我也赢，对不对？你付了钱，但是你买了非常多的功能跟方便，那我赚了你的钱，是这样，我们两个都赢，你买了也会买得很高兴，我卖了我赚到了钱，所以大家是互利双赢的。但是你现在要把这个华为给拔掉，你要付出代价，因为它本来的时候这些所建制的这些基础跟大家的习惯都已经行之有年了，你现在硬要干它，我认为这个会有不好的、有负面的这个经济现象。我们原则上经济学上来看的话，少干扰，你让它干扰，让价格机能、市场机制、供需来决定这个价格。大家有需要嘛？你干嘛要去拆它？大家有需要，表示华为在品牌上有它的可靠跟稳定度，那为什么不用呢？它又便宜啊。那再其次的话，我们知道那个中国大陆一向是开源式的。你要知道，它有56000多项的专利，表示它在一直成长。它不是只是现在为止哦，它将来在2026、2027，它功能会更多，价格会更低。你为什么不再继续享受？你现在看到1000亿美元的这种损失，那往后的损失呢？要不要去看下去？对，我认为是要这样来看的，因为它开源式，它这个方面还会继续成长。我认为不要去无限上纲。你不管是德国好、英国也好，或者是挪威好，后面当然有美国在后面这边做操控嘛，大家就切开，不要有这个华为这些系统的。那我认为要付出相对大的代价，因为毕竟它违反了市场的机制。但是我认为这不是品牌战，这是G2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科技战。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今天持续要来关心的是中国的造船业是否碾压美国。现在说有个数据达到200倍哦，所以美国的造船业者已经要求川普，我们就抄大陆的15计划吧来做这个造船业。而且呢，现在是说造船业的不信心啊，连美国自己的盟友南韩都不信任美国了。南韩的核潜舰不敢在美国制造，到底怎么回事？等一下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个川习会那时候不是已经达成协议了吗？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后面，美国宣布暂停对大陆的物流啊，或者是海运造船业的301调查，长达1年，甚至是连港口费都把它撤掉了。因为当时的港口费造成的是中美互克，那么航运成本是大增了900多亿新台币。那时候美国的船一度靠在上海啊，一艘船就被克了2600万新台币的天价过路费，所以川普撑不下去了，自己先退一步。但是退这一步，却遭到美国的
了许多的这一些海运业者啊，或者是其他的民主党议员的痛批。我们看到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呢，你都已经做了这个港口费的课征，为什么你这时候要突然间又不课了，对中国妥协呢？等于就抛弃了我们美国工人啊。那么也有这个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这样说：美国努力了这么久遏制中国，都被你川普再亲手给拆掉了，连自己业者钢铁工人也痛批川普哦，说你这个对于我们重振海事的努力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现实的残酷是，就算美国不课征所谓的港口费，或许也救不了美国的造船业，因为不管在人工或供应链上都比不过中国。第一个，美国工人他们比较不愿意做苦工哦，工时效率没有大陆好。第二个，造船成本比亚洲高了4-5倍。第三个，美国还是确实缺乏比较完整的供应链，而且具体的数字我们赶快来看到，在有关于过去的10年哦，商船的交付量。大陆啊达到了6700艘，紧接着日本大概是只有大陆的一半，3000多艘，韩国2000多艘，美国没有看错，这个只有2位数，37艘。如果我们再来看看的是，刚刚是这个商船的交付能力嘛，如果再来看到全球造船能量，大陆现在占比全球74%，美国竟然只有0.2%。如果是大型货柜的市占，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高达95%，那美国连1%都没有。跟中美之间的造船业来说，到底有什么巨大的一个落差？那专家说了，即使不课征所谓的港口费，美国的造船业也无法追上中国，真的是这样吗？聂老师怎么看？当然是啊。你如果问我说他们程度到底差多大，我只有2个字叫巨大。至于这个量化这个基础，其实都不是很重要。你现在去查这个 ChatGPT， 它也会给你讲一种数字，跟这又不太一样。反正不管怎么说，你74%、70%，美国是0.2、0.1，不管怎么样，算起来都是几百倍。那你说造船能力200倍，那什么叫做能力？也不可能量化。那我们只能用值的来讲，说你的 powerful 就是比人家强。第一个，你劳动力多；第二，劳动力也精准认真工作，跟美国现在劳动力就不一样。第一，人少；第二，他们的工作能量啊，我们讲能量就是劳动力意愿工作的这种人不一样的，就以拿薪水为主。这个完全不一样，技术这个整个基础设施都有差，所以这个能力你说200倍可以。那我在讲说，我们很多东西不是看过去、现在，要看未来啊。你要知道，中国它现在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它造船的成长 speed 的速度远是让世界会惊讶。我们看是它的未来会更可怕，这个才是可怕。第二个，他在做的时候成本很低啊，你自己做你又贵，你今天把那个自由贸易把它挡住了，也就是现在 anti-globalization 叫逆全球化之后，你不向人家买，人家又便宜，你自己制造，你怎么做？虽然那个川普有一个很大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大梦想，真的是梦，不是理想了。这个梦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你制造业空洞化到离谱。所以我刚刚讲的人、技术建设都没有，最主要就是基础建设已经拖太久。他把东西出去 outsourcing 出去之后，自己都不会生产。你怎么做？这些人说他自己把他什么东西好不容易磕这个对岸什么港口费这些都又拿掉等等，我跟你讲，这都不是重，都没有用。你要知道，还不只是说你磕这个没有，是港口服务费。我就讲，你就算赚人家钱，你知道中国不是当时也回馈你了吗？说你磕我港口服务费，我就特别港务费。而且你说我的船都是我的船，你磕不到我啊？我说 no， 只要挂你美国国旗，只要这里面商社是美国商社，里面有1/4是由美国出资，我就磕。美国更傻眼了，所以你不拿掉怎么可能呢？所以还不只是这个什么钱的因素，还有一个是因为对岸的底气也高到了一定的高涨，他不会怕你。因此，我觉得我们谈这个量都不重要，也就是根本没有国家追得上了。现在号称说日本、韩国都有10%几的这个造船能力，中国就是在它的所谓的全世界的现在占有率超过60%。那它的未来的新订单就已经70%多，所以都在他手里嘛。那请问美国怎么去比？而且美国是零，他还要靠韩国、日本，又靠不起，而韩国、日本又跟中国都有一段差距。请问他怎么去追？这是一个很大的未来的问题。对，所以在此刻，为了要稍微把这个差距变小一点，这个是美国造船商会的委员会主席，他直接跟川普公开喊话说：“那么干脆我们就学大陆好了，他不是这个国家主导经济吗？你们也学大陆的这个15-5计划，用这个5年来做一个规划，用这种比较长远的规划，而且扩大补贴。”才能造就今天造船业，中国是世界第一。美国我们学他，可是真的有办法做得到吗？厉将军又怎么看？
那我们看美国的造船业，我讲一个战史给大家听，你就知道美国的造船业落后到有多严重啊！在2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时候，有一场战役叫珊瑚海战役，是美国跟日本在澳洲的北边那个地方打的那场战役。那场战役里面，美国有一艘航空母舰叫做这个约克镇号哈，这个重伤，这个甲板上面被日军炸了一个大洞。但这个时候中途岛战役马上要打。所以这条军舰、航空母舰这个没有办法回到美国本土去修，就直接要开赴战场到中途岛去作战。那因为它是航空母舰所以美国怎么修这一艘航空母舰呢？他就派工人带着材料直接运到这艘航空母舰，一边航行一边赴战，一边派人一边修。结果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赶赴中途岛战场的时候，他已经修好了。所以你知道美国的这种造船工业能力有多强？那日军也就是因为误判了说少一艘，那时候没有算到说美国还有一艘这个约克镇号可以赶来参战，所以才造成中途岛战役的这种失败这是很明显一场战役。但是我们从这个过程之中，我要强调的就是美国那个时候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造船业是真的是很强的。但是现在来讲为什么会落后？我觉得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国好逸恶劳，这个比较辛苦的工作不敢做，不愿意去做了造船业来讲的话，要的第一个是工人工人来讲你要有技术工，所以美国很多它去企业来讲的话，造船业它训练的工人好不容易教会了，就这些工人去那边做不到1年，因为太辛苦，他就走人了。那第二个，有些人愿意做比如说是那些这个移工，他愿意来这边做。就美国川普现在又在赶移工，把这些人赶走，那你说造船业他怎么做？对。第二个来讲是供应链他怎么跟中国补？中国有很完整的一个造船的供应链，不管从发动机到船上的各种需要东西，它自己都有很完整的供应链。由于它供应链很完整，它当然就可以降低它成本了。它成本甚至于比韩国的韩华系统还要降低这个1成左右所以它供应链也便宜。那再来讲的话，这个中国来讲的话，从2010年到2018年这个8年的时间，中国投入到整个这种造船产业的经费，总共有到1320亿这么多。那美国只投入多少钱？只投入到7700万而已，所以差不多等于是中国的一个零头了。那你如果说是想要靠着15.5想要跟中国学，我觉得第一个你的这个造船工人的这种文化是不是吃苦耐劳？如果这点没办法改，可能也很难做得出来。第二个来讲的话如果说是你的供应链没办法很完整你现在产业来讲，我们都知道嘛，它现在来讲，如果说美国到这个10年只交付了37艘的重型的大型的商业轮船，以这种比例来比的话，我相信很多企业来讲，他如果说没有钱，他就不愿意投入这个供应链的这种生产。所以我觉得你想要学中国的15.5，可是你没有那种这个刻苦耐劳的工人，你也没有完整的供应链，你光学这个表面，你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我断言说是未来这几年，美国的造船业还会持续的这种滑落。好，不管是自己美国人自己内部对于他造船业的没信心，现在是不是连美国的盟友也对美国没有信心呢？这是韩国，本来不是说要做这个核潜舰吗？李在明说，那我们就在韩国建吧。川普坚持说不行，我们要拉到美国的造船厂来建。那南韩议员就很生气他就说，你在费城的这个造船厂也都没有核潜舰的设施而且你还要经过一大堆环评，至少要再拖个5到10年吧。那如果在美国建，会不会前建2030年本来说要建好，还要拖到2040年后才能部署呢？张将军怎么看？为什么南韩这么怀疑美国呢？我认为这个时间不是问题，问题是美国要韩国的资金跟技术。美国就是要你。现在韩国已经答应要投资美国造船业是1500亿美元，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规定的要韩国要投资的1500亿那么多就是要钱过来那韩国这个是讲10年的造舰的这个烧数我们看2024年去年韩国的制造业是全世界第2，仅次于中国大陆。是第2它赢过日本那现在你韩国的制造业不错，技术过来到我美国来，是这样。所以美国是要图韩国的资金跟技术，这2个是最重要的。那韩国要不要低头？我认为韩国要低头。为什么？因为美国抓了2个尚方宝剑，你不得不低头。第一个，安全责任，我美国占领韩国以后驻军28000人这种安全责任是我美国在负我讲话你能够不听吗？那有没有指标？有政治指标。你注意看现在的李在明还有上一任的尹锡悦你上任第一个出访的国家是哪里？
进的是中国大陆啊，进的是日本啊，没有，是到美国去，你就知道了，原来政治影响力在这个地方。对，第一个出访的国家不是其他国家，就是美国，这个就知道答案了嘛。第三个，我认为韩国有很多短板是抓在美国手上。韩国的那个黑鹰战机 FA5洞啊，它的引擎是美国的，韩国不会做引擎，它那个引擎是向美国买的，那你要不要以后要做？它这个 FA5洞的飞机还外销到马来西亚，还外销到菲律宾，还外销到欧洲的波兰。但是不要忘了，你的心脏发动机是美国做的，你还有，我只是讲飞机而已哦，你其他还有很多依赖。那你如果不够跟美国，这我也不给你哦。对，那就韩国就被掐到了。这是第一个我讲的安全责任。第二个是什么？关键技术，关键什么？因为这是核动力，核动力攻击的核动力，核动力就要反应堆。我们知道这是核裂变。核裂变不是核聚变了，核聚变是氢弹了，核裂变。那核裂变现在这个技术在哪里？在美国，美国会轻易释出给韩国吗？美国说，你朝鲜半岛要无核化，这是核子动力，对不起，请你在我美国做。你这一讲，说这是关键技术啊，你能够不低头吗？你要，就是要你朝鲜半岛无核化，所以核子反应堆就要在我们美国装，就要在美国做，就要在美国这个船也能够，这前进能够完成。所以就从这4个因素就知道了。这个韩国到最后，韩国会低头，因为他要配合美国川普的 MAGA。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在军事上面，我们今天要关心的事情是中国大陆一出手，现在中东的战力是否天翻地覆了呢？因为最新消息有伊朗现在的飞弹库是满血复活，有一个说法，2000枚骑射会来压垮以色列。那么底气来自于哪里呢？根据外媒的报道，就是来自于大陆。另外也传出来说，伊朗要买大陆的歼20跟红旗9B，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对于这个接下来的战力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难道这一次伊朗真的是满血重生了吗？因为就在11月12号这一天，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在首都的德黑兰这边举行了这场非常大的这个叫做国防的成就展，立刻是陈列出了各种的武器哦，包括数十个不同型号的，不管是飞弹或者是无人机哦。那么这当中包括了有极音速飞弹啊、尼什，还有这一款叫做海巴尔谢坎的弹道飞弹，其中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的就是这款弹道飞弹，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些优势跟它的战力呢？它号称是伊朗版的碉堡克星，射程啊高达了1400多公里，那么弹头重量500多公斤，它的瞬间的撞击的速度可以达到3马赫的一个速度哦。所以我们来看到 CNN 这个时候就点名了说，伊朗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只有半年的时间就能重建它的飞弹军火库？答案来自于，就是因为大陆给他们的底气。因为大陆方面呢，从今年的9月份开始，就不断的运送2000公吨是用来制作飞弹的这种固体燃料，这个叫做过氯酸钠。预计这批原料就能够让伊朗来制作出非常多，高达500枚的飞弹。CNN 更是预估，如果冲突再起的话，伊朗这次的战力会超过6月的战力，一次啊可以就发射2000枚的飞弹，压倒来自于以色列的防卫。伊朗半年内又快速的复活，极音速飞弹再加上碉堡克星，以色列的噩梦来了吗？难道他的底气是真的来自于北京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是现在伊朗要对以色列实施饱和攻击，那就要飞弹的数量要多才能够达到饱和攻击的效果。那现在按照伊朗的，因为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40年，那40年，伊朗在这一方面的这些经济的条件、科技的条件，毕竟代差落得非常的明显，非常的大。那现在靠谁？靠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那伊朗穷啊，但是伊朗有一个好处，叫伊朗石油。伊朗最大的石油输出的地方就是中国大陆。好，那拿石油来换钱，拿钱来买技术，买相关的零组件。所以我认为它必须有3个突破。第一个，飞弹的燃料，因为现在飞弹呢很少用液态了，液态毕竟这个不稳定，而且这个装填之后24小时要发射，那都用固态。
那固态燃料，那现在谁能够供应？那像中国大陆买嘛，很容易拿钱来买，所以我们讲的是固态燃料。第二个零组件，伊朗做不出来的啦，他只能拼可以。那这个重要的零组件从哪边来？要从中国大陆。我们知道这个伊朗在中东啊，因为它8000多万人口，算是一个在整个中东阿拉伯地区算是个大国啊。它又是这个回教什叶派，是比较主张激进的基本教义派的，是这样。那他这样子很简单，要向中国大陆买零件。那中国大陆，你既然要买零件，中国大陆的专业的人员、技术的代表也要靠中国大陆，要这个样。然后最后一个，伊朗是不是要我们叫 offset， 就是技术输出？就是说我不能一直在靠中国大陆啊，你要到时候要教我，我也要会啊。是要这个样，我不能一直靠你技术代表过来啊。那伊朗在这方面也要形成一个气候，就是技术的保障，希望伊朗到最后能够自力更生、自主国防，是这个样。那这样的话，我认为威胁最大，我们看到来了以色列，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它会相应的来提升它的军力。它现在整个中东的地区，你现在来看，首要的目标反而是伊朗。你看看这个加萨的。这个巴勒斯坦也好，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也好，现在叙利亚也被美国摸头了。本来的叙利亚后面是伊朗在挺的，现在叙利亚的新总统现在也是由美国，他到白宫去访问呢，上个礼拜这很清楚了。那也门的胡塞组织呢，后面的老板也是伊朗，所以看出来说，伊朗目前最大的威胁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最大的威胁也是伊朗。那个沙烏地阿拉伯沙特啊，反而跟这个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处于这个冷和，比较但有一些心结，但是问题是美国在后面，那两个就不会没事。只要美国在，这个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两个会没事，那就是伊朗。所以伊朗在这方面，它所承受的威胁可能会越来越大，来自于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把它周边的都已经解决了，它就可以专心一意对伊朗。那伊朗的威胁压力增加，他就要找替代来源，就是中国大陆。那他就要先强化军备，所以伊朗的空军缓不济急，所以先发展飞弹为快。你要以航空还是以飞弹来主？你哪一个？航空时间久，成军的时程拉得很长，没有办法，缓不济急。但是飞弹很快，飞弹直接现在它又是3倍音速，到最后3倍音速，将来伊朗可能还会往极音速去发展，就是高超音速要到达5倍音速以上，所以变成载的弹量要够500公斤以上，0.5公吨以上了。另外一个速度要快，然后看看伊朗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我们的 CEP 值就是圆周弹道误差要准。你不能把弹道黄胶，你打出去就弹道黄胶啊。换句话说，惯性导航跟这个卫星导控里面的抗干扰能力还要够强才可以。所以伊朗在这一方面绝对要靠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支援多少，伊朗的飞弹的技术才会提高到多少。好，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现在面对加剧的地缘政治，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威胁哦。所以刚刚将军帮我们看到嘛，先来做比较简单的，至少先把飞弹发展起来，再好好的布局它的空军。那确实，刚刚除了飞弹之外，伊朗确实也有想要好好布局它的空军，所以他现在也计划用它20亿美元价值的石油来买大陆的什么呢？2大杀器，第一个就是歼20隐形战机了，第二个就是防空系统红旗 9B。他说红旗 9B 之后会来搭配俄罗斯的 S-300整合系统，补上伊朗它等于它防空的最后一块缺口。如果真的有这些武器的话，对于它的战力会有多大的提升？能够跟以色列来稍微做制衡吗？厉将军怎么看？6月份这个伊朗跟以色列12天的战争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用的是战机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在整个伊朗上空对它这个肆意的攻击。那伊朗能够反击的力量，大概就是用它的导弹。当然，双方这12天打下来的话，伊朗这个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空防，完全是在裸奔的状况之下。当以色列刚开始初期的时候，它可以拦截到一些伊朗的导弹，但是后期来讲的话，它慢慢这个防空系统也破了一个洞让这个伊朗的导弹可以攻击它很多重要的军事设施。所以伊朗现在最急的一件事情，应该是它怎么样建立它的防空的系统。那防空有2种一种是矛，一个是盾所谓盾，当然就是防空这个导弹为主它现在有的是俄罗斯的 S-300，但是数量来讲远远不够，能力来讲可能也比较弱。那如果说能够获得大陆来讲
讲，红旗9这款，红旗9大概比照的等级大概是美军的爱国者3这种等级哈，所以它防空能力是比较强，可以有效的建立一个区域防空的一个体系。那如果说是能够建立来讲，我相信以色列或者是美国的 B2 轰炸机哈，应该是不敢在这么嚣张的如入无人之境到伊朗上空来肆意的攻击。当然，如果说能够获得矛，也就是歼20这款战机，那我们从印巴空战可以看出来，光歼10C搭配到这个PD-15导弹就可以对印度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战胜的一个战果那如果说是这个歼20来讲，它隐身战机，我相信它的效能一定比歼10C更要好。那这样的话，更可以有效这个遏止以色列或者是美国对它本土的打击。但是我们要有待观察，歼20这个，我相信中国来讲，不见得愿意会卖给伊朗。好，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美国也看在眼里面对于现在整个伊朗，然后有背后中国的撑腰，所以美国华府现在非常的焦虑了。赶快看到最新消息民主党的议员赶快联手，他们一起致信给国务卿卢比欧跟 CIA 说呢，大陆提供给伊朗这么多的化学品来帮助他的军备重建，这是对于大陆来说对于伊朗来说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大陆呢，它的已经势力从欧洲扩展到中东国家去了，整个威权正在扩展当中。我们还记得这个川习会才刚落幕，谈得不错，川普有可能在这时候对于大陆做出制裁吗？那川普手上又有哪一些牌可能做反制呢？聂老师又怎么解读 ？OK， 古语有一句话叫"只管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哈。那你什么做都可以，那别人做都不行。你可以说，在这个加拿大呢开 G7 会议2天后说，对不起，我要离席，我要回去做一个重要决定，2个礼拜，然后就告诉这个伊朗说，2个礼拜你再不怎么样，我就要去炸你。结果2天就 GBU-57就炸进去了，60公尺深的专体的这个炸弹。这件事情，请问全世界有谁打法？没有，因为美国人做才是对的，美国人去支持以色列是好事，是拯救全球，你觉得是吗？以色列当他的天穹已经彻底被击破的时候，他必须要靠他的爸爸，就是川普来撑这个大太阳，这很重要。不过现在要讲一个什么叫做帮伊朗，全世界都知道打代理人战争最好打，讲不好听，不管胡塞组织也好，哈马斯也好，黎巴嫩真主党都是伊朗的全面代理人。